发短信，而且还收到礼物什么的。后来我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好朋友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再问，反正不是那么回事。他跟我坦白了，说他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再去看看别人，但是因为跟我呢感情也放不下，然后呢一直这样牵绊着。因为我现在还很年轻，他也开始跟我谈结婚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还小，我还有选择好的权利。现在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不能一直做这种备胎男朋友。我不要做你的后备男友。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谷，26岁，来自北京，职业是销售；女主人公小迪，21岁，来自内蒙古，职业是杂志美编。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这个备胎是他们说的，还是你真的在你自己口里说出来的？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可能跟大环境下，可能我现在就是这种一种状态，因为我跟他是认识了1年半，之前这1年都很好，只是这半年来，我发现他一点点的变了。怎么有男朋友还到处去？没有，我跟他在一起了有1年多了，然后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了，就说，从小家庭都比较富裕吧，然后给了我很多更好的，所以他们家家境不是很好，我妈觉得跟我不是很合适，再加上朋友们然后劝阻，我就有点犹豫吧。后来看到朋友们都找着能给他们更好物质生活的人，所以我跟你说过了，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清楚了以后，分手以后你再去找别人，这都没问题，我能接受啊。可是我觉得你对我好啊。啊？他对你好？对啊。那你还找别人？我想要一半的物质生活，还有一半的对我好。就是2个都想要呗。那你那有钱的男朋友知道你还有这么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男友吗？我没有有钱的男朋友。那你不是男朋友是什么？我没有跟他们好啊。那么好，我想问，那有一次，他说晚上有个应酬，是个客户，然后呢你就去吧，客户你陪客户得吃饭，你上班工作嘛，那没问题。可是他在家光换衣服换了6、7套，然后剩下的还有挑鞋，问我哪套好看不好看。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5点半出去的，快12点了，刚到家。然后那会儿我正在因为我在窗台那儿看着他，要进来的话我下去我好去迎迎他。谁知道没有一个宝马车直接送到我们家的楼道门口。你怎么净看见宝马车接我？那别的车接我你怎么没看见过？哎，还有什么车呀？其他小破车的时候他从来没看见过。哎，他都这样，赶紧离开吧！你干嘛在这纠缠呀？我感情放不下，确实是我感情放不下。不是怎么放不下呢？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点，哪个触动哪个点了，就是放不下。你是怎么回事呢？你到底相了几回亲呢，姑娘？我也不记得有多少回，但是我都告诉他了。你告诉我什么？我告诉你了。你说这个话觉得太没意思了。我告诉过你了。那么我问你，有一次我没有瞒过你吧？你是没有瞒过我。那我想问，就是上次想吃烤鸭，他想吃就吃的呗。那我带你去，到门口里边正好碰见他。后来我知道是一个以前相过亲的男孩，然后他去上去说话，然后那男孩说拼桌吧，那就，拼桌那坐一桌呗。然后他自然而然的去坐到了那个男孩的边上，我跟那个男孩的一个朋友坐在这儿，你们2个人亲亲我我，又夹菜又这样那样，还亲亲我我了呀？对啊，那你受得了？我受不了，那怎么办？我在那看着他，我在桌子底下已经踢你很多次了。我没有亲亲我啊。你裤子都踢脏了，你都不知道吗？不是他踢你，你没感觉吗？我以为他只无意中踹了我一脚而已啊！哦，我踹你是为什么？那个手交叉的，你们2个人的手的腿，你看见了吗？你有证据吗？他们俩的手和腿怎么了？如果2个人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那个手放在谁的腿，如果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腿上，可以看出来吧？我没有放在他的腿上，我再说一遍，这个事我没必要我去编吧？我没有必要承认一个你诬陷我的事实。这个事不说，那个小男孩你怎么回事？我说了，小弟弟。那个小男孩每天开着跑车送玫瑰花到我家。送给他玫瑰花，然后我下去接，把玫瑰花拿上来。不是你的身份是他父亲还是他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身份去在那个会儿，我可能充当了很多种角色，父亲、快递员，然后表哥、保姆。没有，我跟那个小男孩说过了，我说他是我男朋友。哦，那你的朋友能不能不要再送花了？让他，我拿着那些花去楼下。我没有叫他送啊，但是他想送，他年轻气盛，那我有什么办法呀？啊，你收那花觉得高兴吗？我没有很高兴，但我没有不高兴。你是不高兴吗？你回来美的，你转那花不转了半天？家里有点花，别人给送的不要钱不好吗？
好，我可以给你买吧，天天送花，没有天天送花，还没天天送呢，我数就那么一段时间，啊后来他就不送了嘛。坚持了多久啊？最少有10天。哎，你这个太有度量了，兄弟。我没度量，没办法啊，人家都送到家门来了，我不能跟人家吵吵嚷嚷吧。不是，你可以跟他分手啊。每次他回去，他说那男的哪不行，觉得还是我好。那么我本来我心软，然后我就和好了。就是说，他都试完之后，然后就觉得还是你好，是这意思吗？差不多吧，反正他还有一个毛习惯，就是他每次约会之前会去买鞋，买不一样的高跟鞋，还刷我的卡。每次约会之前就去买一双鞋，然后穿这双新鞋去约会。买到第4双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他在用鞋子来定义男人，给男人做每个代号。这个鞋子是跟谁约会穿的，然后他会 pass 掉，或者是会怎么样？就是不扔的还在候选库里，对，不扔还在候选的就扔了。他有一次我记得中午嘛休息，他拿着通讯录在那儿看，然后删一个把鞋放在塑料袋里，删一个把鞋放在塑料袋里，然后把这些塑料袋里的鞋通通扔掉。我觉得你这是无理取闹了。你知道我喜欢鞋的，你知道我喜欢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鞋。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爱美的权利。你爱美的权利不能就是说每次去约会之前都买一双鞋吧？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爱美的权利，但是不是一个女人堂而皇之刷自己男朋友信用卡的权利。我没有刷很多次他的信用卡。那你不说每次都刷你的卡吗？可是我记得他每次我的手机来提示的时候，都是他回来会带回一双鞋的时候。啊，钱不是共有财产吗？2个人的。是钱。你们俩结婚了吗？没有。没结婚凭什么就是共有财产的？那你刷过他的卡吗？很少。不是共有财产吗？我没有不给他刷，是他自己不刷的。哦，好 ，OK， 这个鞋咱们不说，你可以解释。那我想问，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周一的上午，早晨8点多钟，我还没起床呢，门口有敲门的，敲门那个劲儿大的声就跟要收水费，跟我欠他钱似的。啊！我从猫眼里一看，有一个秃头的30多岁的男的，戴个大金链子，穿个背心就上来了。啊！我不知道是谁，我得开门。我说您找谁呀？他小迪在吗？我说我以为他在外惹事儿了呢。不是我开门招惹进来他吧。的。啊！然后自己进来了，后边还跟一跟班的，提俩盒。我说您有事儿吗？他说这小迪家吗？我说是啊。那你是谁呀？对，我当时吓坏我了。我说我是表哥吧？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真怂呢？你！哎呦喂呦！不是怂，我当时那个气势，赵老师您不知道，哎，你都不敢承认是我男朋友。行，你接着说。来，表哥，你接着说。哎，我说表哥，然后他问我厨房在哪儿啊？我说厨房在那边。啊，然后刚到后边他那小跟班，说去把这个盒放那里头去。还出门告诉我那盒里别动啊，是给小迪的。我回来把门关上以后，我偷偷看了一眼，2盒螃蟹。啊，不是我就觉得这人30多岁了，那怎么回事？连咱们家都知道了，上来。他是我同学的叔叔，他接我和我同学，然后呢，我同学手机没电了，拿我的手机给他叔打的电话，然后他叔后来就缠上我了。还是缠上你了？对，但是我跟他说清楚了呀。这姑娘，反正我看着就没那么优秀吗？不是，可能就是因为感觉的问题啊，就是看他好。那你怎么个意思呢？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你是愿意跟我继续在一块儿，那你就把这所有人都撇清，跟你的那些朋友尽量保持一些距离，特别是那些男性的模特朋友。上次嘛，是公司的模特。最近一次前10天吧，我去下班接他。我从那个楼底下走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男的，1.9米吧将近，然后头发弄得那样，然后我去上楼接他，拿着包下来了。他告诉我，你去那边等我一下，然后我自然我就出去等着吧。我要跟朋友说几句话，上去就给你抱上了。朋友好久不见，我拥抱一下不行吗？看不见我在门口站着呢吗？我知道你在门口站着呀，我没躲着你呀。人家是特地给我带了一盒巧克力，然后我就感激的拥抱了他一下子，就礼节性的拥抱了一下。我抱你那的时候好像等了2个月才抱你一次吧？我跟他第一次拥抱是我们交往2个月以后啊。你又没要求拥抱我呀？非要要求吗？不是你们在一起生活的幸福吧，兄弟？一开始头1年挺好的，头1年真的是很好。我完全被惊呆了，就是你的容量和你的那种，就是毫无耻感的那种。我真的就是我很惊异，可能就是我觉得啊，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小迪，你要想清楚了，物质跟感情你选一样，不能什么都是你的。我知道啊，对吧？我只是要求我应该得到的。你还要得到什么？你告诉我。我觉得我应该得到更好的。更好的是什么？你告诉我呀！你想要什么？比如说你上次想要那个戒指，就跟我爸给我妈一样的。
那我已经做到我觉得最好了，我已经付出更多了。1年来我没买过衣服，也没换过鞋。你傻呀？你非要跟他在一起啊？关键是我每次我决心走了以后，他又回来了。我确实跟别的男人只是止于拥抱，没有别的。那你拥抱你还想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啊。是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我才纵容你到现在这样。你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情的，我只是因为家里的原因，我是迫于去相亲。你总拿家里说事儿，那家里现在家里也告诉你了，说就听你的意思。但我不是还是站在这里了吗？是，现在站在这里，你给我一个交代吧，好吗？你说分手 ，OK， 没问题，我绝对可以分手。为什么不是你说分手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恋爱里边，女孩一定还是弱势那一群体，男孩是强势。啊？女孩可能是弱势那一群。你们俩这场恋爱，他是弱势啊？大概其好像都是感觉我不是你们这场恋爱里谁强谁弱啊？姑娘，你告诉我。就是他挺包容我的，对我很好。嗯。那你还出去找？我没有，我只是去试一试而已。试的结果怎么样？试的结果每次我都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基本也听明白了，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说这个女孩吧，你是搞美编的，咱们有点像。我们爷也在选演员，我们很跟。话我10回都给甩了，别发火，别发火。我觉得今天这个女孩子你太贪婪，你的贪婪已经触及到我们的道德底线，你这典型的在恋爱中骑驴找马。作为一个女孩子，要自尊，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为这些礼物将来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知道，所以我说过以后这些我会还给他们的。以后会还给他们，为什么当时不拒绝他们？有的我说过我拒绝不了。这个冷暖自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苦心自己去体会。我说这个男孩子，你在这个，我们不能说感情，在这场恋爱游戏中，我觉得你太没有尊严，在作践自己。人家开着跑车把花送来了，亲自跑下去把花拿上来交给女朋友。没有，这个花是他打电话让我下去拿的，不是说我。你不拿行不行？因为我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是人家一个男人进你们家了，问你是谁，你说是表哥。你说是表哥。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女孩子，之所以这么对待你，是因为你自己活得太窝囊，你把她惯成这样子。所以说你要好好的检讨自己。我觉得爱情可以去争取，可以去努力，但是爱情不能是乞求，
不能没有尊严。我们说爱情可以超越生命，爱情不能超越尊严。如果你没有尊严了，这个女孩子更看不上你。就这样的两个人也配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们两人玷污了我们的舞台。我们保卫爱情。我们之间呢，应该头1年也是爱情，到半年可能也有爱情在里边吧。我告诉你，在你的脸上只看见一个字：怂。刚才在听这个你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难受。我把这儿到爱情保卫战来做嘉宾，作为一份工作，一开始是作为一份外快，后来做着做着有感情了，就成了一份自己必然的工作。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这个舞台，我们帮助更多的人重归于好，我们高兴。我们刺破了那些虚伪的温柔，那些人悔改了，我们也高兴。再或者是有些人羞愧的离开了，我觉得我做了事儿。我要是一天到晚做事儿，看你们俩这样的事儿，我可能做不了2期我就死了。真的很气，知道？如果我是你的家人，我是你的父母，或者我是你的哥哥，我是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做。我就是要你对我的好，我也要物质，你干嘛要去欺骗另外一段感情呢？你自己去找有钱的人算了，你干嘛要找他呢？因为他对我好。因为他对你好，所以他要为你牺牲，是吗？我没有让他为我牺牲。他要你不简单的吗？你每见一个男人都是要刺痛他的心呐。你知道他爱你啊，那你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戳他的心呢？我知道了，所以我告诉他了呀。是，你的一点很简单，你爱我，你伤心与我无关。我没有要你那么伤害他。你听明白了吗？他这句话很潜台词，就是告诉你，哥们儿，你爱我，所以你活该。大家都不要动气了啊！姑娘，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生气吗？知道。为什么？觉得我做的不对，我承认也不对。对，我们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非常的自爱和自重。但是我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最大的悲剧所在。爱一个人怎么可以背着他去相亲呢？我没有背着他。或者当面告诉他，我要去相亲，你怎么说得出口？不说了，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觉得小迪有时候还是挺好的，毕竟因为他需要物质的时候，我做了很多兼职，比如干个婚庆啊，然后搭的舞台帮别人。可能有一次我记得是11点的时候，我自己在那干活搬东西，然后突然间他就自己会跑过来了，打车过来的，然后到酒店门口帮我把架子搬下去，帮我干活，帮我把东西放好，你跟我一起干活。可能就是因为小迪的细节感动我，让我放不下。比如每次可能我衣服破了，我不舍得花钱买衣服，我就放在那儿，等第2天我起来我再自己缝。然后每次我放在那儿的，只要是有口的衣服、拉口的衣服，他都会帮我缝好。我也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保证，就是说决定跟所有人都划清关系。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我也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骂我，我很清楚我对你很不公平，但是因为之前因为我耳根软，所以听朋友听家长的，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了，有接受大家骂我，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我以前很不懂事情，然后很自私，但是我现在我想学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你一样对我好。时间到，请亮灯。大概姑娘的这句话说的算是有价值，因为她知道她想学好，那就意味着她理解她过去是坏的，是不好的。两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回。请关门。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还要感谢小洋人乳酸菌对于本节目的特别赞助播出。来吧，我们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来吧，我们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
来，姑娘，我知道我做错了，啊，我知道我现在错了，我想，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去挽回一下子，应该弥补一下我以前做过的那些很愚蠢的事情。啊，去吧，去吧，赶紧去吧，啊，快跑吧。人生嘛就是这样，有些是我们可见的，有些是我们不可见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样的东西而放弃我们自己要保卫一些纯美东西的追求。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丑陋的东西在，才能够显示出美的东西是何其的美。所以我在想，现实生活总是有美和丑相交融的时候，才更加让我们觉得那份纯粹的美很可贵。我想这才是我们保护这份纯粹爱情的一个动力。